5句话来表达。第一句，买买买。很多人还记得几年前那个声势浩大的恒大造车，铺天盖地的发布会，一次性摆出来9台概念车、轿车、SUV、MPV 全覆盖。当时不少人都以为地产巨头下场，真的要改写国内新能源汽车的格局。但是到2026年的今天，再回头看恒大汽车，整个故事已经彻底走向落幕。热闹散尽之后，留给市场的是巨额亏损、扩产的工厂，还有1000多位处境尴尬的恒驰5车主。这也是国内跨界造车里面最值得反思的一个反面样本。时间回到2018、2019年，房地产行业还处在鼎盛阶段，恒大手握庞大的资金体量，急需寻找地产之外的第二增长曲线。新能源汽车就是当时所有人都看好的风口。特斯拉已经证明电动车赛道可以诞生巨头，国内一众新势力正在快速崛起。许家印选择了一条和所有车企都不一样的路子，不靠自己慢慢打磨技术，信奉花钱就可以买来一切，还总结出15字口号：买买买，和和和，圈圈圈，大大大，好好好。恒大造车路，我用5句话来表达。第一句，买买买。第二句，和和和。第三句，圈圈圈。第4句，大大大。第5句，好好好。传统车企几十年积累的技术、供应链、人才，恒大希望靠资本快速复制，收购瑞典 NES 拿到造车相关的技术底子，又和德国多家工程企业合作底盘。动力系统到处挖全球顶尖设计师，在全国多地拿地，规划一座座巨型现代化整车工厂，对外放出豪言，3到5年就要做成全世界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新能源车企，目标直接瞄准世界第一。别的新势力还在打磨第一款量产车，恒大已经把整个未来的蓝图全部画完了。2021年上海车展是恒大汽车最风光的时刻。恒驰1到恒驰足足9台展车集体亮相，从大型豪华轿车、家用 SUV， 再到7座 MPV， 产品线铺得满满当当。讽刺的是，那个时候恒大还没有一台真正交付到消费者手上的量产车，可资本市场却给了极高的估值。恒大汽车港股市值一度冲到7000多亿港元，甚至超过了当时不少海外老牌车企。资本炒的不是已经造出来的车，而是对未来的想象。很多人被宏大的场面迷惑，却忽略了汽车工业从来不是靠砸钱、靠发布会就能速成的行业。造车是一个极度漫长的过程，底盘调教、3电可靠性、供应链磨合、整车品控，没有捷径可以走。光靠收购外部公司，很难短时间内划属于自己的整车能力。大量资金消耗在土地、厂房、发布会、资本运作上面，真正沉淀下来的核心整车技术少得可怜。高光没有持续多久，2021年恒大地产债务暴雷，集团资金链彻底断裂，造车业务直接被切断供血，几百亿的投入一下子失去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原本规划的9款车型，8台直接止步于样车和概念阶段，永远没有机会走向量产，只剩下恒驰5一款紧凑型 SUV， 苦苦推进落地。一直到2022年9月，恒驰5终于正式开启交付，对外号称15万级别纯电 SUV 天花板，可现实却无比骨感，投入400多亿的项目，最终累计交付数量不足1500台。这个数字放在整个汽车行业几乎可以忽略不计，100万级的规划产能，实际利用率低得惊人。平均每一台下线的恒驰5背后烧掉的成本高到难以想象。时间来到2026年，恒大汽车已经是完全另外一副模样。港股上市公司恒大汽车从2025年4月1日起长期停牌，港交所给出的最后复牌期限是2026年9月30日。如果到期达不到复牌条件，就会被直接强制摘牌退市。现在的董事会里面已经看不到当初恒大地产的老班底，留下来的大多是财务审计背景人员，他们的核心任务已经不是研发新车、卖汽车，而是处置资产、梳理巨额债务。
上市公司的汽车业务实质上已经停止运转，账面现金几乎枯竭，累计亏损超过1100亿，负债720多亿，已经严重资不抵债。曾经轰轰烈烈建设的几大整车基地结局各不相同，唯一拥有整车生产资质的天津工厂已经进入破产清算，生产线全面停产，不再生产任何新车，设备资产等待司法拍卖。广州南沙的工厂进入破产重整，由广州国资平台接手，但是国资接手的是厂房土地资产，并不是接管恒驰汽车品牌，土地部分被政府收回，和恒驰后续造车没有关系。上海的基地项目烂尾闲置，所有曾经雄心勃勃的造车基地全部失去原本的使命，不会再有新的恒驰车型从这些厂房里面开出来。恒驰6到恒驰9这些当年发布会上面光彩夺目的车型彻底成为历史，不会有量产版本问世。最让人揪心的是那1000多位实实在在掏钱买下恒驰5的普通车主，他们买到手的车子硬件本身不算差，可现在面临的困境却是很多人买车之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全新恒驰5彻底停产，官方的线下经销商网点大面积瓦解，售后体系近乎瘫痪，车辆一旦出现故障，最大难题就是配件供应，原厂配件很难正常下发，很多车主遇到故障只能去车友群到处寻找拆车件来应急。新能源车和燃油车不一样，大量零部件都是车企专属定制，普通修理厂没有维修资料，没有副厂配件，一个传感器车机主机损坏，很可能就陷入修不了的窘境。软件 OTA 更新基本停滞，电池的官方质保也很难兑现。二手车市场上恒驰5残值极低，车商大多不愿意接手，一台车子硬生生变成了售后孤儿。很多人会好奇，会不会有企业接盘恒驰，把这个品牌救活？从目前行业环境来看，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现在新能源汽车市场早就变成红海，内卷非常严重，很多成熟车企都在承压，恒驰留下的是巨额债务，停摆的供应链已经崩塌的品牌口碑，没有哪家企业愿意全盘接下这个包袱。未来这些厂房设备有可能被别的企业接手改造，用来代工生产别的车型。但是恒驰这个汽车品牌基本宣告走到终点，不会再有新款车型问世。回看恒大汽车的整个故事，它留给整个行业的教训远比那1000多台恒驰5更加重要。地产行业习惯了高周转、拿地、建设、快速回款，这套逻辑放到汽车制造上面完全行不通。造车不是简单花钱买零件拼凑，它需要长期的技术沉淀、完整的供应链管理，还有贯穿车辆全生命周期的售后保障。很多外行跨界入局，总觉得只要有钱就可以快速造出好车，却低估了汽车工业的复杂程度。发布会可以办得轰轰烈烈， PPT 可以做得无比精美，但是车子的可靠性、售后体系没有办法靠资本一夜之间搭建完成。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这件事也给所有人敲响警钟。选购新能源汽车不能只看参数、看发布会，也要看车企能不能长期活下去。一台电动车不只是买回来开那一瞬间，未来好几年的维修、配件、电池质保，全部都要依靠车企持续运营。一旦企业倒下，车子再好，后续使用都会埋下巨大隐患。400多亿砸出来一场造车大梦，从市值几千亿的高光时刻走到工厂破产、品牌落幕，恒大汽车的结局也算是给整个中国汽车行业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警示案例。